歡迎來到愛慾哲學。今天我們要討論一個很多人都聽過，也很可能暗自深信的說法，那就是誰更愛誰就輸了。誰更愛誰就輸了這句話聽起來很殘酷啊，但它之所以流行，恰恰就是因為很多人在愛慾關係裡邊真的體驗過這種殘酷。比如你每次都很快回復對方信息，可對方常常隔很久才回，於是你也開始故意挽回，想證明自己其實也沒有那麼在意對方啦。再比如你想見對方，每次約會都是你提的，於是你會在心裡面盤算了，自己是不是顯得太主動了呀？你明明很期待對方，卻又不敢表現得太明顯，因為你害怕一旦對方知道你更喜歡他，你就失去了主動權。在社會學裡面有個概念叫做 Principle of Least Interest， 可以翻譯成最小興趣原則或者最少在乎原則，意思是在一段關係裡，對這段關係較不依賴、較少投入的一方往往擁有更大的權利，而更在乎的人反而更容易讓步和妥協，於是更愛就成了一種劣勢。這種情況呢，不只發生在已經確立關係的情侶之間啊，其實在曖昧關係反而更明顯。比如很多人相信所謂的表白死，也就是說呢，在關係還沒確定之前啊，誰先明牌，誰先說我喜歡你，誰就輸了。因為從那刻開始啊，對方就知道你想要什麼了，他就有了談判的余地。他可以接受你，也可以拒絕你，可以靠近你，也可以吊着你，可以給你一點甜頭，也可以突然冷淡。你原本還可以裝作若無其事啊，保持一點神秘和體面，可一旦你表白了，你就把選擇權交到對方手裡了。所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都學會了所謂的戀愛厚黑學，或者其實就是 PUA 啊，會在喜歡一個人的時候，故意裝作不喜歡，得吊着对方，得 play hard to get。明明想秒回，卻故意隔一會兒；明明很想見，卻說看情況啊；明明很在意對方的一句話，卻在聊天框裡面打出一句輕飄飄的哈哈。好像只有表現得不那麼感興趣，你才能更有吸引力；只有讓對方猜不透自己，才不至於被拿捏。為什麼呢？因為你害怕一旦顯得太認真啊，那對方就會覺得你是一個上頭的人，而上頭在今天的情感語境裡邊，幾乎就意味着失去體面、失去主動、失去被平等對待的資格。你上頭了，你輸了。那麼問題就來了，為什麼愛慾關係會變成這樣？愛情難道不應該是讓人放鬆、信任、靠近的嗎？為什麼越是喜歡一個人，越要裝作沒那麼喜歡？為什麼越是想靠近，越要忍住不靠近？我們明明想要的是愛情，可為什麼總是表現得像在博弈呢？那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不能只停留在戀愛技巧層面，我們需要從哲學層面回答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那就是人在愛慾關係裡究竟想要尋求什麼呢？人們在愛慾關係中尋求的是承認。通常理解啊，人在愛慾關係中尋求的是快樂啊，無論是肉體的歡愉還是精神上的樂趣。但是快樂啊，這個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可以安排、可以策劃、可以購買的。但我們在愛慾中要尋求的那個東西，恰恰是無法安排和購買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認為，人們在愛慾關係中尋求的那個無法安排和購買的東西，就是承認。什麼叫承認呢？簡單說啊，就是我希望另一個人看見我，確認我，把我當做一個真正重要的人。黑格爾認為啊，人的自我意識，包括一個人的主體性、一個人的自尊、一個人的自我價值感，就是通過他人的承認才確立起來的。一個孩子是在父母和老師的回應中知道我是被期待的，一個成年人是在朋友的信任中知道我是值得被托付的。總之，一個人總是在和別人的關係中才慢慢知道自己是誰。而愛慾關係中的承認啊，是一種最高形式的承認。就別人对你一般性的承認呢，是对你主體性的確認，而愛這種最高的承認呢，則是對方要把自身的主體性拋捨給你。你想想看啊，當一個人對你說我愛你的時候，這三個字所蘊含的就是在我的世界裡邊，你最棒，你對我無比重要，我願意為你而獻身。我愛你是最純粹、最強烈的、最極端的承認，是对被愛者的人性的絕對的承認，因此也是人性最純粹、最大限度的滿足。一個被愛過的人，才是體會過最高尊嚴的人。我們尋求愛呢，就是為了尋求一種最高的承認。因為如果這個世界上有人愛你，你會覺得自己是可愛的，是有價值的，你做的事情，你的生活才有了意義。
所以啊，在愛慾關係中啊，我們想要的不只是你陪我，我們想要的是你真的想要和我待在一起。我們想要的不只是你和我聊天，我們想要的是你真的想認真聽我說話。我們想要的不只是你喜歡我，我們想要的是在你眼裡，我不是隨便誰都可以替代的那個人。所以，愛情最迷人的地方啊，是它能夠回答一個最讓我們關心的問題，那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我到底有沒有那麼一點不可替代的價值？有沒有一個人會在人群中偏偏選擇我？有沒有一個人，他本來明明可以不愛我，而他卻選擇了愛我？注意哦，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啊！承認之所以有價值啊，恰恰是因為承認者是自由的。一個被迫說我愛你的人，並不能真正安慰我們；一個被操控、被馴服的人，即使留在我們身邊啊，也無法給出真正的承認。我們之前有一期大問題節目也專門探討過這個問題啊，也就是 AI 機器人對你的愛算不算承認？那這不能算啊，因為機器人是被設定好愛你的，它是 be programmed to love you 的，那這就不是愛嘛？這就像你在玩一款這個單機遊戲啊，你在這個單機遊戲裡面有800個紙片人的愛人啊，但是呢，單機游戲你的紙片人對你的愛，那就不叫愛啊，這叫自娛自樂，這其實是一種自戀，你這是自己騙自己呢。愛必須來自於一個自由人，我們真正想要的是一個自由的人，在完全可以不愛我的情況下，仍然選擇愛我，在完全可以離開我的情況下，仍然選擇留下。也正因為對方本可以不選擇我，所以當他選擇我的時候，這份愛才顯得珍貴嘛。這就是愛情迷人的地方，而同時呢，這恰恰卻又造成了愛情的悖論。我們想要的正是對方自由的愛我，但只要對方是自由的，他就永遠有可能不愛我。對方今天選擇我，明天也可能不選擇我。對方此刻回應我，下一刻也可能撤回回應。愛情的價值來自自由，而自由又意味着不確定性。愛情最珍貴的地方，同時也是最令人不安的地方。於是，戀愛中的人啊，常常陷入這麼一種矛盾啊，就是我希望你自由的愛我，但我又害怕你的自由。我希望你的愛不是被迫的，但我又忍不住想確認、想測試、想控制，想讓你的愛變得更加穩定、更加可靠、更加不會離開我。法國哲學家科耶夫在解讀黑格爾哲學的時候提出，就人的慾望不同於動物的慾望。這個動物慾望的呢，是一個對象，而人慾望的是他人的慾望。也就是說呢，人慾望成為對方慾望的對象。那放到愛慾關係裡面說，就是我不只是想要你這個人待在我身邊，我更想要的是你也想要我。這就是愛情最折磨人的地方啊，就是我們想要的不只是你機械的陪我吃飯、陪我聊天、陪我過日子，我們想要的是你真的期待見到我，真的想聽我說話，真的因為我的存在而心動。你可以坐在我對面，但如果你的心不在這裡，我照樣會感到孤獨。你可以回復我的消息，但如果你的回復像是完成任務，我照樣會覺得自己沒有被愛。所以，愛情的對象它不是一個物品啊，而是一個自由的慾望。我們真正想要的是對方自由的慾望我。這就是為什麼愛情中總會伴隨着權力博弈，因為愛情要求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我既要你的自由，又想你永遠只能自由的選擇我。我越需要你的承認，就越害怕你撤回承認；我越希望你自由的選擇我，就越害怕你自由的不選擇我。於是，愛越深，焦慮也可能越深；越想親密，就越容易試圖控制。所以呢，愛與關係中的博弈啊，這個表面上是在爭啊，誰先發消息，誰先表白，誰先低頭，誰更主動啊。但更深層爭的是，誰更需要誰的承認。如果我更需要你的承認，那你就擁有了一種權利啊。你可以通過回應我來讓我安心，也可以通過冷淡我來讓我崩潰。你可以用一句“我也想你”把我從不安裡拯救出來，也可以用幾個小時的不回復讓我開始懷疑自己。這個親密關係中的權利啊，並不總是來自於金錢、地位、顏值或者資源啊，有的時候它來自於一種更細微但更致命的東西：誰更能撤回承認？你回應我，我就覺得自己被愛；你冷淡，我就覺得自己被取消；你選擇我，我就覺得自己有價值；你拒絕，我就覺得自己一文不值。這時候，對方就不再只是一個愛人了，而變成了一個承認的裁判。這個裁判在向你做出一個什麼動作呢？他在凝視你，從而讓你產生一種羞恥感。
凝視與羞恥是法國哲學家薩特提出的概念啊。薩特把這個愛欲中的權利問題分析得更為透徹啊。在薩特看來啊，他人他不是普通的對象啊，他人是另一個具有主體性的自由的人。當我們面對他人啊，我不是在面對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個可以任我擺布的東西啊，而是在面對一個會凝視我、評價我、選擇我、拒絕我的自由存在。薩特在分析人與人的關係的時候啊，特別強調他人會通過凝視把我物化成某種固定的客體對象。當我們被他人凝視的時候啊，我們就會被物化成一個對象，從而產生一種羞恥感。那放到愛情裡邊呢，這就可以轉化成這麼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問題啊！你也可以在生活中拿這個問題問問自己啊。這個問題就是在愛欲關係中，到底哪一方是更容易產生羞恥感的一方？那當然是那個更愛的人，或者更準確的說，是那個被看到、被凝視到自己更愛的人。這什麼意思呢？這不是說愛本身讓人羞恥啊，對吧？一個人獨自喜歡另一個人的時候啊，甚至可能感到甜蜜、興奮、充滿想象。真正讓人感到羞恥的時刻，是當我意識到，糟了，對方看見了我的喜歡，看見了我的期待，看見了我的需要了，我好羞恥啊！我原本只是想你，但當我發現你知道我在想你，這份想念就突然變得赤裸。我原本只是愛你，但當我發現你知道我更愛你，這份愛就變成了軟肋。這就是薩特所謂的凝視的力量。這個凝視並不只是眼睛看着我啊，而是他人否定了我的主體性，物化了我，把我固定成了一個本質限於存在的物。在愛欲關係裡面呢，對方的凝視可能把我固定成那個上趕着的人，那個更放不下的人，那個更害怕失去的人。於是我不再只是一個能自由地去愛的人，我也變成了對方眼中的一個對象，一個可以被觀察、被判斷、被衡量，甚至被拿捏的對象。羞恥感正是在這一刻產生的。我突然意識到，我的愛不再只是我的內在感受，它已經暴露在另一個人凝視的目光之下。所以啊，很多人在愛情裡面真正害怕的，不是喜歡一個人啊，而是被對方看到、凝視到自己的喜歡。這也就是表白死背後的心理結構啊。這個表白本來只是表達心意啊，我喜歡你，我希望我們可以更進一步。但在薩特式的凝視結構裡面，表白會變成一種極其危險的暴露，因為從表白的那一刻開始，我的慾望被擺到了對方面前，對方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可以認真回應，也可以曖昧吊着，可以珍惜我的表達，也可以把它當成一種優越感的來源。於是表白者會感到羞恥，不只是因為他可能會被拒絕啊，而是因為他在對方凝視的目光中變成了那個等待裁決的人。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愛情中會產生權力博弈。既然被看見自己的需要會產生羞恥，那麼人就會想辦法避免這種羞恥感。那最直接的辦法就是裝作不需要。於是我不主動找你，不明確表達，不說我想你，我把自己偽裝成一個從容的人，一個隨時可以離開的人。於是愛情裡的博弈就開始了。每個人都想成為那個凝視者，而不是被凝視者，都想成為那個掌握節奏的人，而不是暴露期待的人。誰先表現出需要，誰就更容易被固定成低位；誰先承認在乎，誰就更容易被對方的目光審判。於是雙方都在隱藏，雙方都在試探，雙方都在用冷淡保護自己，用不確定性讓對方先暴露。所以薩特認為，愛與關係中總有這麼一種權力博弈，一種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那現在的問題是，怎麼辦呢？難道如果我們想好好愛一把，就必須成為博弈高手，必須學習戀愛後回旋嗎？好，下面說怎麼辦。在說這個怎麼辦之前啊，插播一下，本期視頻呢是我的系列課程《愛欲哲學10講》中的一講啊，免費放出來供你試看一下。如果你想要從哲學層面了解我們在情感生活中的愛欲運作機制，並想要借此幫助自己擺脫愛情中的痛苦與內耗，歡迎你報名參加咱們這門愛欲哲學的課程啊！這是門小課啊，總共10講，價格很便宜啊！歡迎你報名收看，報名方式呢就是置頂評論或者私信我愛欲哲學。好，我們說回去，面對愛與關係裡面的權力博弈，我們該怎麼辦呢？在給出一些具體的建議之前啊，讓我們先說完薩特的論述啊。剛剛說了，愛與關係中總有這麼一種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那麼這種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發展到後來會成什麼樣呢？薩特認為這種關係注定是要走向失敗的。薩特在《存在與虛無》這本書中就拿施虐和受虐來描繪這種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
這裡的施虐和受虐啊，不是我們今天日常意義上的性癖啊，而是一種存在論的關係。也就是受虐的一方試圖把自己交給他人凝视的目光，希望通過成為他人眼中的对象來獲得確認；而施虐的一方則試圖把對方變成對象，完全控制對方的自由。那這種施虐和受虐的關係放到愛慾關係裡邊，就會變成2種極端。一種極端是受虐的一方，也就是只要你愛我，我怎樣都可以我把自己的價值完全交給你，你喜歡我，我就覺得自己有價值；你冷淡我，我就覺得自己不值得被愛；你不回我，我就反思自己是不是太煩；你忽冷忽熱，我就努力表現得更好。只要你不離開，我可以不斷降低底線。那另一種極端是施虐的一方，也就是我要完全控制住你，讓你離不開我我不直接表達愛，而是控制節奏；我不直接回應你，而是讓你猜我不讓關係穩定下來，而是讓你一直追逐。我通過撤回承認來制造你的焦慮，通過若即若離來證明我的優勢，通過讓你患得患失來確認自己有魅力。這2種極端看似相反，其實都沒有真正解決愛情的悖論。前者把自己的自由完全交給對方，後者試圖占有對方的自由。前者害怕失去，於是放棄自己；後者害怕失去，於是控制對方。可是不管哪一種，最終都無法得到真正的愛。為什麼無法得到真正的愛呢？這就要說回到之前說過的了，因為真正的愛有一個必要條件，它必須來自自由人的承認。如果我靠討好換來你的留下，那我就永遠會懷疑你留下是因為你真的愛我，還是因為我足夠聽話？那另一方面也是如果我靠控制換來你的順從，那我也永遠無法確信你順從我是因為你自由的愛我，還是因為你被我制造的焦慮牽着走。這就是愛情博弈造成的最大的悖論，就是我想要你自由的愛我，所以我試圖控制你，但一旦我成功的控制了你，你就不可愛了。簡單說， PUA 得来的愛反而沒那味兒了。所以呢，在愛與博弈裡的贏家也沒有真正贏。那個總是掌控節奏的人，那個通過撤回回應來讓對方焦慮的人，看起來贏得了權利，但他失去了真正的愛，失去了一個自由完整發自內心選擇他的人。他就會覺得對方成了一個只會順從自己的機器人，對吧？你會愛上一個機器人嗎？其實早在薩特之前，黑格爾在他的《精神现象學》一書中就已經用他提出的主奴辩證法解釋了這種愛情博弈裡的最大悖論了。主人想要奴隸承認自己，但奴隸已經被主人貶低為一個不自由的人了，於是奴隸給出的承認也就不再是真正有價值的承認。那放到愛情裡就是，你如果把對方變成一個只能討好你、順從你、圍着你轉的人，那麼他口中的我愛你就會越來越空洞。所以說回到怎麼辦上就是我們在愛與關係中既不要做那個主人，也不要做那個奴隸。你要是做这個主人你會失去一個能自由去愛的愛人。反過來，你要是做那個奴隸，你會讓自己成為那個不可愛的機器人。尤其對於後者來說我們這裡還需要認識到一點就是真誠表達不等於無限暴露軟肋。就是這個市面上有很多情感建議這個容易把話說得太簡單，就好像你只要真誠表達，對方就一定會回應你。但現實不是這樣的這有些人確實沒有回應能力，有些人甚至會利用你的真誠。你越表達需要，他越覺得你離不開他；你越說明自己的脆弱，他越知道怎麼傷害你。所以我們要區分2件事表達需要是健康的，但把需要交給一個持續不回應甚至傷害你的人是危險的。相互承認的前提是對方至少願意把你當做一個主體來回應。就有些關係的問題它不是溝通技巧不夠而是承認條件就不存在。如果你每一次表達換來的都是嘲笑、打壓或者冷漠，那這時候你要面對的就不是怎麼樣贏回主動權的問題了，而是這段關係本身是否值得繼續投入。離開這樣一段關係它不是輸，恰恰相反，這是拒絕把自己的承認需求繼續交給一個不承認你的人。最後一點的建議呢，就是我們要學會承受對方的自由。愛一個人呢，就意味着你永遠不可能完全占有他的自由。你不能保證對方永遠愛你，不能保證對方每一次回應都正好符合你的期待，不能保證对方永遠把你放在第一位。愛情最難的地方就在於，你想要的是對方自由的選擇你，而自由選擇這件事兒本身就包含着不確定性。所以誰更愛誰就輸了嗎？現在我們可以說
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就是在一段缺乏相互承認的關係裡面，那確實呢，更愛的人更容易處在弱勢。但是從黑格爾和薩特的角度看，就這種贏啊是很可疑的。少愛的人也許確實贏得了權利，但他沒有贏得真正的愛，因為真正的愛不是讓對方臣服，不是讓對方焦慮，不是讓對方圍着自己轉，而是讓一個自由的人在不被支配的情況下，仍然願意選擇你。當然啊，這一講或許並不能實質上完全消除愛情博弈給你帶來的焦慮啊。我們啊，似乎也無法描繪出一種完全沒有權力博弈關係的純粹愛情。就像之前說的，我們要學會承受對方的自由。你想要的是對方自由的選擇你，而自由選擇這件事兒本身就包含着不確定性。但是話說回來，這也不正是愛情迷人的地方嗎？愛情讓人煩惱，煩惱就對嘍。畢竟我們愛的人是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個機器人兒。好，這一講講到這兒，愛與哲學，我們下講再見。